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。现在我所在位置是我们家的3楼，然后这个房间以前真的就是毛坯房，能看到水泥、砖等等，纯毛坯房。然后呢，我们家做了这种地板上墙，然后这边呢又刷了墙，这边是烟囱的部分，然后贴上了瓷砖。这块是朵爸给朵朵做的大月亮。以前我们家买房的时候，3楼是这种板子地面，但是这一块是空出来的，底下是水泥，然后放点沙子还是小石头子儿，就没有管了，空着。然后这块是一堵墙，给它拆了。现在我跟朵爸还有朵朵，我们一家3口要把3楼铺上地板了。铺上地板就意味着这个房间可以使用了。这个地板垫是我们家新在建材商店买的另一个牌子，这个是专门铺这种石塑地板的，厚度它是 1.5 毫，2盒就这么多，20平。这个牌子还赠了一个胶带，要不以前我们都用透明胶去绑。因为我们家这块是东面窗户，然后这面是北面窗户，没有什么光，基本采光这个屋就从东面窗户，所以我们的地板是顺着光铺，而这个膜呢要逆着光，也就是说地板和膜之间要有一个交叉。那个膜是我们家以前在网上买的膜，然后这个边上每一块它都有胶，然后这回这个呢是给你赠送胶，然后这个边上就不带胶了，而且是这种齿形的，一个一个扣进去。我不太建议大家买这种像我家这带齿的，这也是第一次买啊。对齿的时候不是很容易，而且这种齿这一块和刚开头它俩的尺寸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突出，要不就凹进去，所以得岔开它，就会少一条。一会儿再补吧。像这种膜，它都有这种尺寸，一个格一个格的，你可以按格直接拉，不用拿尺了。这个就是我家买的地板，石塑地板，然后现在还剩了一些，正好够铺这个房间。这房间总共是20平。现在我已经把地板按它的图形分为了6种。我们家铺1、2楼的时候都是用这个石塑地板。我总共买了150平，现在还剩30平左右。这个房间呢是20平，刚刚好。刨去损耗也能剩一点点。有的石塑地板背面是带胶的，直接粘在地板上就好，然后也不需要再买膜了。但是我这个石塑地板背面是这样的，需要单买膜，然后直接放到膜顶上，就是我家一直铺的石塑地板的专用膜。我觉得石塑地板对于小白来说，这种新手是特别友好的。那工具很简单，这种胶皮锤一般我还用做贴瓷砖敲的时候用，然后壁纸刀，然后就是钳子，还有笔，彩笔或者铅笔都可以，特别简单。这一部分是朵爸书桌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方开始铺，横着铺。地面虽然我都已经清扫过了，但是难免会有一些小颗粒、灰尘等，这个无所谓，给它清理干净就好了。先随意这么放一下。刚才我跟大家说我家地板有6个图案，那我的铺的方法是这个先拿是第一个图案，然后2、3、4，就是以此类推这么铺下去。然后第2行的头我用的是3大头，就是1、3。那第3行的头我用的是5大头，
然后1、3、5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会用到第2、第4和第6来作为头去铺这个地板。现在我拿的这个就是2，因为前面是1。这种地板，当两个随便对一下的时候，你摸它会有高低不平，就说明没有铺好。所以我们从头铺。这就铺好了。拿第2块地板的时候，一定要斜脚用力往第1块地板的这个边缘地方使劲，然后呢，听到有一声非常非常小的声音时候，说明这2个是已经扣上了。这一摸它就是平的了。然后我们再给它往前推，当然也可以把后一块都铺完以后再往前推啊。这个墙角有的。以前我铺地板的时候，有人说你怎么不留墙角呢？我留了，只是没有看到，因为留墙角大概是1指或者不到1指宽。尤其我家这个墙，刷的墙那种，地面很多都是歪的，因为它墙盖它就是歪的。那没有办法，所以有的可能是多一些，有的就是少一些，但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留一个空隙，防止它热胀冷缩。其实铺地板铺第1行最难的就是找平，一定要所有地板是一条直线上。那么是不是平？我们可以随便拿一块地板，给它测试一下。看一下它这2个缝隙是不是都给它插进去了，然后都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再贴这个第2块地板，这一块是一个直角。那么这种长的地板，以前我跟大家说过，先放这个部分，先放长的部分，放好以后，这块是翘着的，看看。接下来拿着小锤，不用特别使劲。给它砸进去，这块砸平了就可以了。我爸在欣赏自己的作品。这个就是我们家地板铺完的样子。这一个房间20平，大家看这个部分是踢脚线的位置，那这一部分和这面是拿地板上墙做的墙面，然后朵爸就用正常的地板材料做的踢脚线，
然后看这面是刷的墙，所以朵爸就拿胶皮做的踢脚线，在这里还不是很好看。我不太喜欢这种两种混搭啊，就是一个都是塑料那种踢脚线比较好看，我觉得。这个就是我们家3楼这一块的书房，然后这一面呢就是堆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因为是2个屋的东西都会往这个屋里放，然后接下来就要把那个屋的东西弄出来放到书房这个位置，然后那个屋要刷墙了。那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